下，老臣六出祁山，无功而返，出师未捷身先死。老臣愧对先帝，愧对陛下呀！相夫，若无您辅佐，朕怎么当得起这个皇帝啊？您受先帝托孤，鞠躬尽瘁，对朕恩重如山，朕不能没有您啊！陛下莫忧，老臣死之后，由降为总领三军，可保蜀汉30年太平。记住，让他守好三关，只守不攻，尤其是相夫，丞相，丞相，丞相！相夫，相夫！这是怎么了？这怎么回事？这是哪儿啊？这不是在蜀军大营吗？陛下，您是不是又做噩梦，被金兵追赶了？放心，现在咱们是在临安，这里有几十万大宋精锐护卫，陛下勿忧。大宋，朕穿越的这个朝代叫宋，敌国叫金国，这国家一听名字就很有钱呀。陛下，如今大宋只剩半壁江山，绝不能再纵容岳飞去挥霍了。金国人兵强马壮，不可战胜，只有求和才是唯一生路啊！什么？只剩半壁江山了？快快快，地图拿来朕看看。这就是你说的半壁江山，蜀地都还在，连吴国都是朕的，还有这好事儿！真是天不亡我蜀汉啊！陛下，什么蜀汉？您是不是被岳飞气昏头了？啊？岳飞？岳飞是谁？银平，陛下，小心银平到！大哥，您刚才听圣旨的时候被气晕，现在没事了吧？本相没死，太好了！哎，本相的羽扇到哪儿去了？我的羽扇呢？元帅这是怎么了？不会是被班师的正旨气昏头了吧？元帅，这寒冬腊月大冷的天儿，您要扇子做什么？元帅，我堂堂蜀汉丞相，怎么成了一个小小的三军统帅了？难道本相穿越了？你是谁？朕怎么也没见过你。陛下不要说笑，老臣是您的丞相啊！什么？丞相？太好了！朕这个皇帝没别的本事，那就是听丞相的话。来，丞相有何奏请，朕全都准。谢陛下！老臣秦桧启奏，三军元帅岳飞拥兵自重，执意北伐中原，实则祸乱朝纲，意图谋反，请皇上立刻下旨召他回京，即刻诛杀！啊！朕的三军元帅北伐中原，你要朕杀他？对呀，岳飞处处与本相作对，况且他一介武夫，他懂个狗屁北伐呀！哦，杀，必须得杀！丞相的敌人就是朕的敌人。是。岳飞一介武夫，他懂个嘚儿的北伐啊！他等杀了岳飞，换丞相挂帅出征。秦桧谢陛下。等等，您刚才说让老臣带兵去北伐啊？可不是嘛，还是由丞相领兵北伐，朕放心。不，陛下说笑了，老臣乃一介文臣，哪懂带兵打仗啊？别闹，哪有丞相不会带兵的？丞相莫要谦虚。陛下，别，老臣是真不会带兵，谁家好丞相会去带兵啊？前线九死一生，你这不是让老臣去送死吗？请陛下饶命，陛下饶命啊！看华左丞相这样子，不像是谦虚。
他是真不想去啊。唉，看来不是每个朝代都有相府那样的能臣啊，这咋子整了？这感觉才对。哎呀，这副躯体好生威武。上一世本相身体不争气，导致出师未捷身先死。如今有了这副身膀，何愁天下不定？大哥，现在战事两难，陛下已下旨班师，您到底打算怎么办啊？如今北伐到了什么阶段？是否已经攻下街亭？大哥，您说什么胡话？此处是诛仙阵，距离开封不到100里，拿下开封，我们就收复中原了。什么？这就要克服中原了？不能打仗，我要你这丞相又有何用啊？老臣无能，请陛下赎罪。反正都是丞相，差距应该也不会那么大吧？你是个丞相，诸葛武侯也是丞相，你看看人家，内掌机要，外领征伐，文治武功天下第一，你就不想试试？回陛下，诸葛孔明好大喜功，为了一己功名数次北伐，最终导致蜀国衰败，进而灭国，实乃千古罪人也。臣正是以史为鉴，所以才主张向金国求和的呀。放屁！你竟然敢诋毁朕的相父！陛下，老臣知错了，小心刀剑无眼啊！滚！就你这熊样，就你这觉悟，也配做丞相？来人，将他给朕拉出去，重打50大板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啊！唉，没有相父，朕这皇帝还怎么当啊？陛下，丞相不会带兵，但岳元帅会呀。岳元帅百战百胜，堪称当代第一战神。哦，这个岳飞竟如此勇猛。也罢，没有相父，有姜维这样的猛将也能抵挡一仗。这个岳飞比之蜀汉姜维如何呀？差不多，岳元帅也就能顶10来个姜维吧。啊？这么牛！快，马上下旨宣姜维啊，不是，发13道金牌，宣岳飞火速回京，朕要见他。我竟然马上就要收复中原了！无尼玛，天胡开局啊！那还等什么？打呀！一起拿下开封啊！拿下什么？咱家看谁敢动！是谁要出兵啊？岳飞，圣旨在此，陛下命你立刻班师回京复命，还在等什么？啊！什么圣旨？班师？皇上有病啊他！你大胆！尼玛！陛下真叫我班师！昔日婵儿也曾下旨让我回朝，导致延误战机。想不到当今的皇帝竟也如此昏庸。你竟敢辱骂陛下！骂了又怎样？本帅问你，你确定这是皇上的意思？既是圣旨，当然是陛下的旨意。胡闹！本帅毕生之梦想就是克复中原，匡扶汉室。眼见就要一举成功，现在居然让本帅班师，做梦！你竟敢撕毁圣旨，还出言藐视王法，你想造反吗？我是你的！本帅造反？本帅看是陛下想造反吧？你回去告诉陛下，等本帅得胜回朝，看我怎么家法收拾他！反了！岳飞造反了！造反？差点忘了，我现在只是元帅，也不知道跟皇帝关系铁不铁。大哥，兄弟，本帅现在是什么身份？
大哥，您是朝廷亲封的征北大元帅，手握10万禁军精锐，您想要啥身份都可以有啊。不是，本帅是说，本帅在朝廷里就没别的啥虚职，比如丞相啊、托孤重臣啊、陛下干爹啊之类的。啊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大宋太祖是武将造反谋夺皇位，才开创了这100年基业，所以历代的皇帝都对武将严加提防。如今军政大权都在秦丞相手里，而且陛下和秦丞相一直怀疑您会拥兵造反啊！啊！不过这样正好，这皇位太祖做的，我大哥也做得。你滚！谁说本帅要造反了？丞相是一介文官，军政大权凭什么归他管？这什么混账规矩？军政大权怎么就不能归丞相管？当年诸葛武侯不就是内掌朝政，外掌军权，有何不可？我也是，难道说这是我当年开的坏头了？钦差受惊了，本帅刚才就是跟您开了个小小的玩笑。您放心，等岳某打下开封，便立刻回京。打什么打？陛下命你即刻回京，现在就得班师，不然就是抗旨的死罪。钦差，这眼看就要攻下开封，完成北伐中原的大业，此时半途而废，你想让我岳飞成为千古罪人吗？这咱家不管，你若敢抗旨，咱家就参你，治你个谋反之罪，诛你9族。这尚方宝剑，我本帅出征之时，陛下御赐，有动摇军心、贻误军机者，可先斩后奏。大胆岳元帅，你想干什么？钦差大人在攻打开登之时身先士卒，壮烈勋国，本帅会为他请功。元帅英明！众将听令，全军出击，拿下开封！大哥，您怎么穿这身儿？再说您平时打仗不是骑马吗？怎么坐上4轮车了？骑马本帅有点不习惯，况且那身甲太硬，还是这一身衣服穿着舒爽吧。不用在意这些细节，本帅目前还不习惯上阵杀敌，你们只管按本帅的部署进攻。杨再兴为先锋，率军1万佯攻中军，诱使敌军主力回落。张宪率左离军1万冲杀左翼，然后向敌军前阵包抄。牛豹率右路军1万冲杀右翼，然后向后方包抄，如此迂回穿插，敌军的拐子马阵型必然互相践踏。本帅要杀得金狗，匹马不得回城。全军出击！哎，本帅平时也上阵杀敌吗？元帅，您开什么玩笑？您作为当世第一猛将，平时每次冲锋都身先士卒，曾经一战杀6将，千军万马中取首级，如探囊取物，令敌军闻风丧胆啊！果真，本帅竟然比张飞还牛逼？那是当然，末将眼里，元帅您就是天神下凡，比之项羽、吕布也过犹不及。好，那本帅平时用啥兵器？
方天画戟，还是青龙偃月刀？元帅您又说笑了，天下谁人不知您的岳家枪法天下无敌？您的兵器是180斤重的霸王枪啊！哦，霸王枪何在？无尼玛！你确定这玩意儿本帅拿得动？180斤的霸王枪，我竟然跟拿烧火棍一样轻松，太好了！哈哈！元帅威武！元帅威武！本帅竟然有如此武力值！那还不是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上一世我要有这身体，早就将那司马老贼串成肉串了。天不亡大汉，真乃如虎添翼也！全军冲锋，杀！上阵杀敌，果然比运筹帷幄得劲儿多了。一个字，爽！耶！元帅收复河山，功盖天秋，请元帅即位称皇帝，顺应天命。请元帅即位称帝，万岁万岁万岁！大胆！你们都是朝廷的臣子，怎么能说此大逆不道之言？如今中原已经收复，天下大定，本帅也该回京师复命了。哼，大哥，昨日您违抗圣旨攻下开封，朝中奸相秦桧早就想置您于死地，现在回京，恐怕是自投罗网，死路一条啊！对啊，元帅，您不能回去。黄袍加身，即位称帝，皇帝之位向来都是能者居之。元帅如今立下不世之功，民心军心所向，请元帅不要再推脱了。哼，休要胡说！本帅浴血奋战，只为百姓免遭异族屠戮，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建功立业。尔等皆是我的爱将，怎能如此糊涂，为一己功名背上窃国反贼的千古骂名？元帅，本朝奸臣当道，卖国求荣，才导致山河尽毁，百姓生灵涂炭。徽钦二都都被金军俘虏去了塞北蛮荒之地，大宋早已名存实亡。当今陛下乃一介女流，软弱不堪，元帅何必如此愚忠呢？出口杨再生，你杨家曾是一门忠烈，你如此说，对得起杨家的列祖列宗吗？大哥，我们做不了大宋的忠臣了。您昨日斩杀钦差，朝中现在恐怕已经收到消息，奸相秦桧早就想置您于死地，您不反，必然死路一条啊！牛皋，你是我的生死兄弟，难道你也要陷我于不忠不义之地吗？元帅，事到如今已经由不得你了，来人！干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元帅，您就别推辞了，就请您做我们的皇帝吧！精忠报国。儿子，你要记住，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要记住精忠报国这4个字。你们都看到了，
这4个字是我年少时母亲亲手为我刻下。兄弟们，我们出生入死为了什么？不就是为了报效国家，天下太平吗？诸位，可曾听闻昔日诸葛孔明？他本是一介山野村奴，汉昭眉帝三顾茅庐请他出山，建立蜀汉基业，最终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孔明如此，本帅亦是如此。大哥，尔等无需多言，本帅一片赤胆忠心，绝不负于皇命。牛皋听令，你且代行元帅之职，率领10万大军镇守开封。本帅即刻启程回京面圣。如今中原已被收复，本帅虽死无憾。国可以负我，但我岳飞绝不负国。反了！什么反了？慌慌张张，成何体统？启禀陛下，岳飞反了！前线传旨的钦差被岳飞杀了，而且还听说岳飞如今已经攻下开封，在旧都黄袍加身称了帝了。什么？什么？朕的姜维居然反了？不是姜维陛下，奴才说的是岳飞，是苑飞他反了。朕知道，就是那个强过姜维10倍的猛将吗？哎呀，这下可怎么办呢？岳飞反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果然没有相爷，朕这皇位3天都没坐到头，就要被人篡位了。陛下，臣早说过岳飞有不臣之心，如今他果真反了。他占领旧都称帝，我大宋危在旦夕啊！相父，你在哪儿啊？婵儿好想你啊！报，陛下，殿外岳飞独自一人前来觐见。什么？岳飞？他独自一人觐见？那朕的皇宫是不是已经被他包围了？没有，陛下，岳飞只身前来，他的10万大军驻守在开封，寸步外离。岳飞说他是来向陛下请罪的。啊！陛下，臣建议立刻将他就地处决，然后派特使去开封收回军权，只有这样才能保我大宋江山啊！陛下，臣等附议。臣等附议。不对了，爱卿们，岳飞若真要造反，为何会只身一人赴京请罪？他肯来，足见没有反心。既没有反心，朕为何要杀他呀？陛下，岳将军这是作秀，他就是想借此举麻痹陛下。陛下，你想想，曾经的董曹二贼，哪个不是大奸四忠？为了列祖列宗的江山，你千万不可心慈手软呐！也是，那依丞相的意思，该怎么做？陛下放心，臣现在就在皇宫周围埋伏道斧手，等岳飞上殿，臣摔杯为止，立刻就可将那叛贼乱刀砍死。唉，事已至此，也只好这样了，速速安排吧。陛下英明。想当年，本相还朝，婵儿总在九门外迎候，哪需要本相来求见？唉，皇上有旨，宣岳元帅上朝觐见。臣岳飞叩见陛下。哈哈哈哈哈！岳飞逆贼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杀！婵儿，相父，住手！陛下，岳飞公然抗旨斩杀钦差，反心一路，你万不可心慈手软啊！
你可真闭！陛下，岳飞竟然仰慕主歌老贼，蜀汉就是被主歌老贼拖垮的呀！请陛下以此为鉴，万不可走蜀汉迷亡的老路。朕叫你闭嘴，没听见？岳飞忠君体国，又立下不世之功，理应嘉奖。但你为何斩杀朕的钦差？你可知罪？陛下，钦差大人到臣的军营之时，臣正在攻打开封，战事危机。钦差大人未来得及宣旨，便跟随大军上阵拼杀，最终以身殉国。臣攻下开封之后，才在钦差大人的尸体上找到圣旨，得知陛下要臣回京复命，臣这才马不停蹄赶回京城。哦，原来如此，爱卿一路辛苦了。你胡说，陛下！臣收到前线飞书来报，岳飞明明是抗旨在先，还呛喊钦差马口。他攻下开封后，还曾撕绣龙堡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敢借辩？是啊，丞相说的对啊，岳飞反省，昭然若揭啊。岳飞狼子野心，他迟早会反，请陛下治岳飞死罪。请陛下治岳飞死罪。自不量力。山人曾在吴国朝廷上舌战群儒，以夷敌百不在话下。哼，就凭你们这些庸臣腐猪，也想给我罗编罪名？可笑！都起来！爱卿，秦相所言可是事实？哈哈哈哈哈哈！一派胡言！钦差先生都在攻打开封的战斗以身殉国，敢问秦相是收到何人飞书？莫非是我岳家军有人给你通风报信？哼！谁不知道你的岳家军都是你的亲兵？本相自有本相的线报。哦，秦相的线报，不会是来自从开封城逃出去的金人吧？是也不是？你胡说！本相怎么可能给敌国有书信往来？哼，世人皆知，秦相曾是金人的俘虏，整整3年。秦相在金国高官厚禄，如鱼得水。听说你在金国还有一栋豪宅，妻妾成群，儿女成双。金国至今还为秦相保留着南院宰相的官位，是也不是？你是又怎么样？本相当时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金国虽对本相高官厚禄，本相却不为所动。虽然本相的父母妻儿都在金国，但本相心里只有大宋。本相这是舍家为国。好一个舍家为国！你身为我大宋的丞相，却还领着一份金国的俸禄。你的父母妻儿也都在金国供养。如此手鼠两断之徒，骑墙倒草之辈，吃里扒外的无耻小人，熠熠狂吠之苍云老贼，你还有何脸面奢谈为国？哇塞，这口才，这骂声，好熟悉的感觉。他怎么这么像朕的相父？都说岳飞口嫩，随便罗织个罪名便可将他收拾。看一介武夫怎么如此眼尖嘴利！哼，本相今日不跟你做口舌之辩。陛下已有明旨，以摔杯为号，将岳飞砍成肉泥，还不快动手！你们到底是朝廷的勇士，还是奸臣的私兵？作为军人，国土沦亡，百姓生灵涂炭，你们不去沙场杀敌，报效国家，却做奸相的帮凶，残害忠良，你们就不觉得羞耻吗？你们一个个的，你们到底是听谁的？快动手，为朝廷铲除反贼！
秦相说，谁是反贼？陛下，岳鹏举他就是反贼呀！哦，秦相有何证据可以证明岳飞谋反啊？陛下这2日怎么像换了一个人？几日前，本相已经与陛下商定好了议和国策，只要拿岳飞的人头送去金国，宋金就可罢兵言和。陛下怎么突然变卦了？岳飞为我大宋恢复山河，是我民族之英雄，岂可无罪擅杀？尔等还不快与朕退下！无罪擅杀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陛下一定是怕后世留下残害忠良的千古骂名。陛下，虽无直接证据证明岳飞谋反，但莫须谓之罪，亦可置他于死地。莫须有，哈哈，或许有，又或许没有。莫期谢，你身为刑部尚书，诛杀朝廷功臣，难道只是靠猜吗？臣不敢，请陛下赎罪。陛下，咱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放肆！谁跟你说好了？岳丞相赤胆忠心，苍天可见。若真想造反，还会回来任人宰落吗？可是岳家军私下缝制龙袍，千真万确，这样的反心还不明显吗？你可有证据？岳鹏举，男子汉大丈夫敢做敢当，上有青天，下有厚土，你敢不敢起誓？你敢说岳家军没有缝制龙袍吗？没错，岳家军军中确实有人缝制龙袍。哈哈，大家都听到了，岳飞自己都承认了，岳家军私制龙袍，图谋不轨，这不是谋反是什么？将士们攻下开封后，确实有人劝进，但他们也都是被朝廷逼的。圣旨命我们放弃开封，撤出中原6郡与金兵谈判。中原6郡是将士们浴血奋争争来的国土，岂可轻易送与敌国？宋金和谈乃是陛下定下的国策，岂容你一介武夫妄加非议？什么？与金兵媾和？真的是陛下的意思？朕也是一时糊涂。哎呀，有这么猛的猛将，原主竟然卖国媾和，这什么狗屁皇帝！岳飞原以为媾和只是秦桧卖国求荣，没想到陛下才是幕后主使。你们满朝文武都被金兵吓破了胆儿，媾和之风盛行朝堂，岳飞宁死也耻于跟你们同朝为臣。岳鹏举，你装什么清高？你这反贼都敢私自缝制龙袍了，你还有何资格指责列位大臣？私制龙袍乃是前线将士自发为之，我岳飞若真的要造反，当然可以马踏京师，将你们这些卖国的走狗一网打尽，但如此便会背上千古骂名，此非岳飞所愿。我独自前来，便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如今既然陛下疑我，岳飞唯有以死明志。岳飞，你要干什么？你是要行刺陛下吗？君疑臣死，今日岳飞以死明志自刎于朝堂，也不会让陛下圣明受损。岳元帅，不要！要死就死，哪这么多废话？你若就此自刎，朝廷念及你的功劳，也不会加罪于你。臣收复中原，余生之愿足矣。臣本布衣，躬耕于南阳，苟全性命于乱世，不求闻达于诸侯。出师表，
先帝不以臣卑鄙，猥自枉屈，三顾臣于茅庐之中。相父，莫非他真的是相父？此臣以当世之事，尤是感激，遂许先帝以驱驰。岳飞，卿贤臣，远小人，此先汉所以兴隆也。卿小人，远贤臣，此后汉所以倾湍也。相父，真的是你吗？陛下，相父，难道你是？陛下，岳飞他这是投其所好，他知道您喜欢诸葛武侯，因此故意扮成这个样子，念作《出师表》自比孔明，就是为博取陛下怜悯。您千万不要他苦肉计蒙骗呐！原来陛下只是仰慕诸葛武侯，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婵儿。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不必了。爱卿一片赤胆忠心，朕相信你绝不会叛朕。陛下，以前是朕的过错，朕不该听信谗言，定下媾和国策。请爱卿放心，朕稍后就下罪己诏。今后有敢在朝堂言语经媾和者，斩。陛下，爱卿，朕以后一定做汉昭媚帝那样的好皇帝，绝不有负爱卿与前线将士。谢陛下隆恩，臣岳飞万死不辞。爱卿免礼，以后朕赐你御前免贵。陛下，岳飞这反贼私制龙袍，证据确凿，难道就这么算了？住口！以后不准你们再诋毁朕的相父。相父，朕的意思是，岳元帅收复中原有再造社稷之功，论功劳，朕就算叫他一声相父也不为过嘛。啊，陛下，岳飞是元帅，不是丞相啊。陛下，臣才是你的丞相啊！您不会是想……没错，岳飞复我华夏，功盖千秋，传朕旨意，特此册封岳飞为左丞相，并行使监王大任。陛下不降罪于岳飞，反而将他提拔，到底用意何为啊？难道是忌惮他会谋反，故意许以高官厚禄？岳元帅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谢恩！岳飞，遵旨。自古朝中就有左右相之分，秦丞相独揽军政大权，实在过于辛苦。以后就由岳飞代劳吧。上一世我作为丞相未完成统一山河的大业，想不到这一世还能得遇明主，岳飞必定粉身碎骨以报国恩。陛下，此事万万不可！怎么，秦相有意见吗？陛下，岳飞一介武夫，只会打仗治国之事，他一无所知。况且若以后军政之事都由他代裁，那还要老臣干什么？哦，也是哦。秦丞相要是闲得慌，要不就告老还乡，颐养天年。啊！不，老臣不能告老还乡，宋金议和的大局还得靠老臣维持着呢。议和？哈哈，真是笑话！朕有岳元帅这样的能臣干将，还议个什么和？当然要一鼓作气，驱逐鞑虏，恢复中华，一举将金人赶回东北山里，让他们重新做猴子去。陛下英明，岳飞必定为国捐躯，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陛下英明。陛下今日的决断与往日大不相同，莫非是
忌惮岳飞手中的兵权，想借此稳住前线的10万禁军。必是如此。岳丞相，朕决意已定，将军国大事托付于你。在此，朕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岳丞相是否应允？陛下但有所求，岳飞万死不辞。朕想改国号为汉，不知岳丞相意下如何？什么？改国号？万不可啊，陛下！陛下要改国号，这是何意呀？国号事关根本，我朝即便历经靖康之耻，迁都南方，也未曾更改国号，请陛下三思。是啊，陛下，我大宋国道绵长，赵家的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同意的呀。不是吧？朕就是想改个国号而已。愁丘大汉，威名震慑寰宇。这大宋的名字听着就软绵绵的，改成大汉多好啊！陛下要改国号为汉，莫非他真是产儿转世？岳丞相，他们说了都不算，朕想听听你的意见。陛下，大汉的威名早已消失在累累史册之中，国号不过一代号而已。只要陛下勤政爱民，百官忠君爱国，实心用事，为百姓谋万世太平，用什么国号都是一样的。丞相说的对，既如此，国号就不改了。不过，朕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事关丞相你的，丞相务必要答应。请陛下明示。岳飞，肝脑涂地。朕想要你做朕的相父，请岳丞相务必应允。陛下，万万不可呀！又怎么了？岳丞相论谋略不输当年诸葛武侯，论武力比那万军丛中取敌将首级的关羽还厉害100倍。他就是我大宋的不败战神，护国神将。朕尊他为相父，有何不可？陛下要认岳飞为相父，难道这也是权宜之计？陛下，臣承蒙陛下圣恩，感激涕零，任相父之事实不敢当，恐折煞岳飞呀。岳丞相，朕这个皇帝没别的本事，就是喜欢认相父。有相父帮我治理国事，朕这个皇帝做的才安心啊。陛下不但长得像婵儿，行事也如此荒诞不为，这难道也是巧合？陛下，我朝从未有皇帝拜丞相为相父的先例，请陛下收回成命。陛下，君君臣臣，父父子子，乃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，陛下此举有违伦常，万万不可啊！朕不过就是想要认个相父，好托付国事，你们一个个的干什么？实话告诉你们，你们要是不让朕认个相父，朕就不做这个皇帝。陛下，臣与陛下年纪相仿，这如何使得啊？请陛下收回成命。这万万使不得。对啊，这万万使不得呀！啊，朕与你年纪相仿？陛下难道是在暗示我？哦，我明白了，陛下定是想让我荣升相父，好平衡岳飞在朝中的权势。陛下既然非要认相父，您看老臣如何？你？老臣对大宋忠心耿耿，对陛下更是一片赤诚。臣愿解君上之忧。哦，朕怎么把你给忘了？臣对陛下百依百顺，陛下但有所令，老臣无不听从。只要陛下不嫌弃，老臣便担当起。呸！你吃里扒外，卖国求荣，残害忠良，无恶不作，就凭你也配做朕的相父？陛下，臣为大宋鞠躬尽瘁，陛下为何如此辱骂老臣？
住口！秦桧奸贼，你祸乱朝纲，数典忘祖，吃着大宋的俸禄，却还当着荆国的官。陛下不杀你已是天大的恩典，你竟然还想谋求殊荣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！岳飞，你想杀了本相，独揽朝纲，你真的以为陛下会同意吗？同意？为什么不同意？朕早就想这么干了。什么陛下？你真的要让岳飞杀了老臣？朕正要为曾经媾和之事下罪己诏，这些误国之策都是秦丞相你谋划的，如今正好用你的死安天下士子之心，秦丞相也算为国捐躯了。好你个赵九妹，你好狠毒的心呐！以往前线战事不利，你就利用本相前去后河，如今岳飞军威，你就转而宠信岳飞，把本当当的弃子。哼，本相也不是好欺的，更不是你想杀便可杀的。杀你如同杀一条狗，又有何难？狗贼，受死吧！住手！想不到吧？我秦某不做你大宋的官了。今日本相就让你们看清楚我的真面目。自今日起，本相就是金国南院宰相兼南宋赵讨使，你们谁敢杀我？哼，狗贼！你竟敢当着陛下和百官的面公然叛国！秦丞相，您糊涂啊！您怎么能去做宋朝的官呢？您身为大宋子民，怎可对这些蛮夷俯首称臣？那你们就错了。岳丞相，使不得啊！两国交战不斩来使，这要是斩了秦桧，金军必定举全国之力攻打我大宋啊！秦桧既然代表金国议和，我们不妨先听听他的条件。我且饶你狗命，要是说不出什么有用的议和主张，定斩不赦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！岳飞之所以能侥幸拿下开封，都是因为我大金国的战神四殿下完颜宗弼南下主持议和大局，才让岳飞有机可乘。有请大金国四殿下。参见四殿下。秦无主，晋无助，你竟然亲自来谈判！此人自南下亲宋以来，百战百胜，此次前来一定没安好心。既然知道四殿下的威名，我劝你们不如学学我，及时加入大金，免得今后万一战败被清算。秦桧，休要口出狂言！你以为我满朝文武都像你一样没有骨气吗？宋朝的臣民，我大金皇帝圣旨在此，还不跪听？不准跪！我堂堂大汉民族，凭什么跪你一个北方蛮夷？岳将军，你还不知道吧？先前你宋朝国君已经与我金国几次议和，早已承认做我金国的藩属国。
这不可能！陛下，此事属实吗？这原主给我挖的坑也太大了，不行，身为一国之君，此等遗臭万年的事，我绝对不能承认。放屁！我大宋什么时候承认做你蛮爷的藩属国了？哼！我就料定你可能出尔反尔，有国书盟约在此，还想抵赖不成？国书约定，你宋朝不但要向金国俯首称臣，而且每年需向金国纳贡。赵九妹，这上面可有你的印信？不贵，哼！难道你们大宋的君臣都要做无信无义的小人吗？陛下，这些都是真的吗？原主赵九妹可真是天下第一废柴皇帝，找了这么个玩意儿做宰相，还将大好江山送给蛮夷。岳丞相，您误会我了，我确实主张过议和，可都是委托秦桧这个畜生来主持议和大局，没想到他竟拿着我的玉玺签下如此丧权辱国的国书。明明印章是你自己给我的，你竟反咬我一口！够了，秦桧，你卖国求荣也就算了，还撺掇我大宋屈膝，你简直就是一个千古罪人！你们汉人自称礼仪之邦，时时以孔孟圣贤教义为尊，没想到出了事端，只会窝里斗，简直丢人！姓金的，我朝之事还轮不到你来说说道诉。不管这国书是谁签的，从现在开始，一律作废。哼，那就是不跪了。你可知塞北的徽钦二帝在牵羊礼上已向我大金皇帝下跪，你作为他们的晚辈，岂有不跪之理？哼！身为大宋君主，背弃盟约，言而无信，岂不让天下人耻笑？家国被变，羞愧啊！唉，只恨不能上阵杀敌。丧家之犬，还不跪下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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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陛下，跪不得，这一跪，脸面事小，国格事大，且交给我。我真是糊涂了，有相府在，差点被那帮孙子给吓住了。相父，全靠您了。陛下放心，臣愿凭3寸不烂之舌，将我大宋脸面挣回来。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赵九妹，你倒是跪与不跪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我朝皇帝赵辉乃真命天子，岂可向蛮夷称臣下跪？你可曾听闻昔日汉帝刘盈可跪过王莽，献帝可跪过董卓？你边疆小吏，安敢说出如此忤逆之言？哼！我乃大金国皇帝完颜阿骨达第4子，右副元帅，被封梁王。你敢说我是边疆小吏？看你们的打扮，祖上想必是漠韩族吧？是又怎样？我祖上源自漠河族，如今我女真族在北方早已开枝散叶，族群异常壮大。你可知自汉代以来，辽东地区属曹氏疆域，也就是说，你祖上漠河族曾向我大汉民族俯首称臣。如今你一介臣子，竟敢要挟陛下，分明是数典忘祖，意图谋逆。这怎么可能？我祖上漠胡族，怎可能是你汉族的臣子？不信，你大可以问问你金国大臣，我所言是否属实？说，岳飞所说是否属实？祖上漠族的土地确实曾被曹魏吞并，为了保留本族部落，曾向其俯首称臣。岳丞相果然博学呀！我等
差点把两族之间的历史渊源给忘了。听见没有？你们这些蛮夷应该给我跪下！岳飞，你可知彼一时，此一时？东汉末年，距今已有近1000年，期间改朝换代多次，如此时间久远的渊源，怎可作数？秦大使，此言差矣。普天之下，莫非汉土。这1000年之间，哪个朝代不是自称沿袭汉制？哪个朝代臣民不自称汉族？也就是你，明明是汉族臣民，非得卑躬屈膝，加入这谋逆小族。岳飞你也就是嘴皮子厉害，我任你说的天花乱坠。这过书可是白纸黑字，上面说明你宋朝需向我大金俯首称臣，按例你们就该跪。睁开你的垢烟，好好看看，这份丧权如过的国书上签的是谁的字？签的是秦桧的字，那又如何？我问你，秦桧是何人？你金国的赵讨使，你金国人签的名字何以能代表我大宋？你金国人签的字，让我们大宋来履约，岂不贻笑大方？岳飞，你不要颠倒黑白，我签字的时候还是宋朝人，当然可以代表宋朝。哎，秦大使，你刚才也说彼一时，此一时，怎么，国书能如此，我汉族与你莫华族就不行了？相传相父曾只身过江东，舌战群儒，怼得一群鼠辈哑口无言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你们一群区区蛮夷，想跟他成口舌之辩，简直就是找死啊！金将军，我看你带着金国皇帝圣旨不远万里来到我朝，未免白来一趟就准你宣旨。只不过，只能你金国人跪下听旨，恕我大宋君臣不能相陪。陛下，既然无事，就退朝吧。啊，是，听相父的，众爱卿无事退朝吧。岂有此理！你们竟敢漠视我大金国皇帝的圣旨！秦桧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快想想办法！够了，都听我说！我大金的铁器势不可挡，天下无敌。你宋朝归附大金，那是顺应天命。别忘了，徽钦二帝现在可在我大金国的手里。徽钦二帝在你手上，又如何？在靖康之难中，随他们被俘的，还有你大宋满朝文武的不少父母妻儿。你们要是不靠我大金，就休怪我们将他们全部杀光。不尊徽钦二帝视为不忠，不敬父母视为不孝。你们若不想做不忠不孝逆臣吗？就快点跪下接旨！哈哈哈哈哈！差点忘了，我手中还握有这么多人质。秦桧啊，秦桧，还是你了解你们宋朝人的软练。我们徽钦二帝父母妻儿还在他们手里，若不下跪臣服，恐怕他们有危险。不跪不是，跪也不是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相父，眼下这逆局可有破解之法？大胆秦桧，你也配提忠孝二字？岳飞，你敢打我？我打的就是你这个无耻禽兽！昔日金贼攻破汴京，徽钦二帝与皇族妃嫔与大臣等共3000余人北上金国，侵占我大宋疆土，烧杀掳掠，无恶不作。值此国难之际，你秦桧有何作为？我自任宋朝丞相以来，兢兢业业，奔走于宋金两国之间，为两国和平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好一句兢兢业业！秦桧老贼，你之生平我似有耳闻。你于政和5年中进士，靖康之时
拜官为御史中丞。原本身为北宋旧臣，以不思报国，匡扶大宋，反而里通外国，教唆陛下向金国摇尾乞怜，助蛮夷异族掠我土地，杀我同胞，罪恶深重，天地不容，是为天下第1号汉奸。你敢骂老夫？住口！无耻汉奸！岂不知天下汉人恨不能生啖你肉！今有幸天不绝我大宋，陛下命我收复开封，而在朝中假意求和，才将你这谄谀之臣自报于朝堂之上。我劝你潜身缩手，苟图衣食，还敢在我大少朝堂嘤嘤狂吠，好手匹夫，苍软老贼！你即将命归九坤之下，届时有何面目去见先帝？我二臣贼子，你一生未立寸功，只会摇唇鼓舌，助金为虐，一条断脊之口，还敢教我大宋君臣向蛮夷下跪？我从未见过有你这般数典忘祖之徒！骂得好！骂得好啊！骂得好啊！岳丞相说出了我们的心声。秦桧这老匹夫，我早就看他不顺眼了。我大宋视弱至今，全都因秦桧这汉奸所致，应将他活戳，千刀万剐，以正视听。没错，杀了他！没用的东西，拖出去剁成肉泥喂狗！遵命。金兀术，你那条家犬已经死了，还留在这做什么？还不快滚！你如此不舍，莫非还要留下来参加我们的朝会吗？倒也无妨，不过要给我陛下跪下，行臣子之礼，方可入列。你们，谁说我要参加你们的朝会？既然不是，那就送客。我带着金国皇帝圣旨而来，不宣无法回去复命。那又如何？此事与我们大宋又有何干？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议和条件吗？既是议和，没准条件宽松。如果能让两国止戈，岂不是百姓之福？陛下，不如就让他宣旨，听听他所谓议和条件。相父，您觉得呢？陛下，听听倒也无妨。宣可以，不过要跪就免谈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制曰：金宋交战已有数十载，双方皆损失惨重，为免华夏疆土再添战乱，生灵涂炭，朕今提出议和。贼将岳飞率军手刃我金军勇士无数，宋朝需交出其人头，并撤出开封，认我大金为宗主国，且每年进贡白银2000万两，美女3000名，两国便可罢兵言和。钦此。这哪是来议和的，简直和抢劫无异呀！如此丧权辱国的圣旨，比起先前的国书，有过之无不及。哼，我还以为你金国能许出什么条件，看来还是对我中原虎视眈眈，狼子野心。就这条件还好意思宣旨，简直大逆不道！混账！我大金国皇帝拿出诚意与你们议和，识相的话立刻接旨。金兀术，朕连你那破国书都不承认，你觉得这议和的条件我会答应吗？赵九妹，我想你误会了，本将军今天来不是让你们答应议和的，而是来通知你们，如果这次我带不走岳飞的人头，那么金军的铁骑将不日南下，扫荡中原，直至将你大宋疆土全部侵占为止。你好大的口气！扫荡中原，你金国有这个实力吗？这金国铁骑足足有100万之众，我大宋如何抵挡得了啊？若是开战，宋军必败无疑。陛下，不如还是答应四殿下的条件吧。混账！你们怎可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知道你们与我方实力差距大就好。哼，还不快快交出他的人头！要是慢了，
休怪我继续加码！你大难临头还敢仰天狂笑！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抬望眼，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30公里尘与土，8000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靖康耻，犹未雪。臣子恨，何时灭？驾长车，踏破汉兰山缺。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口饮匈奴血。待从头，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好强的霸王之气，不愧是宋朝战神岳飞。你们不是要议和吗？可以，将你们金国皇帝的人头奉上，放回掳走我大宋的所有臣民百姓。还有，你们金兵滚回关内，向我大宋称臣纳贡，每年缴白银5000万两，人参2万斤，鹿茸5万根，貂皮10万件，我大宋方可宽宏大量放你们一条生路。竟敢跟我大金国提条件！岳丞相说的对，我大宋继承汉朝大统，岂能向尔等蛮夷称臣？金兀术，你如果不答应议和条件，我大宋将举全国之力攻打金国，不将失地收复，誓不罢休。你们可想好了，真要跟我们开战吗？大金可是有雄师100万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陛下，还望三思，不可逞口舌之快。岳丞相，你快劝劝陛下呀！这真一开战，我大宋疆土必将生灵涂炭。各位同僚，休要惊慌，我岳飞跟大家保证，一定率领岳家军击破金军的铁骑，不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誓不罢休。来人！这副棺材是我为自己准备，我岳飞誓死保家卫国。相父，算我一份，咱们君臣协力抗金。好。坏了，我原本只是想借金国的势力逼他们就范，哪知他们竟然要鱼死网破。看来我还是小看了赵九梅啊！真要两国开战，我大金也未必有必胜的把握。赵九妹、岳飞，虽然你们嘴上强硬，可宋军和我金军铁骑毕竟有巨大的实力悬殊，我劝你们还是考虑清楚。就算不为你大宋子民想一想，也要为徽钦二帝以及在我金国的3000人质负责。陛下，岳丞相，不可意气用事啊！休要多言，两军开战，有死而已。大丈夫身为军人，当马革裹尸而还。我岳飞就算死，也绝不向蛮夷奴颜屈膝。徽钦二帝与大宋3000臣民，他们身为大宋子民，也绝非贪生怕死之辈。相父说的对，朕也会随他们一起，誓与大宋共存亡。赵九妹，我好心提出方案，你非但不知好歹，还针锋相对。我看要不这样，我无非是要岳飞而已，不必两国交战。你朝中若有人能应下我3场赌局，若胜其中2场，我自愿退兵；若输了，给我立刻砍下岳飞人头。想杀我相父，痴心妄想！陛下，此提议倒不失为良策，既避免了两军干戈，又能化解两国争端。陛下应下又如何？我大宋泱泱大国，人才济济，难道还怕他不成？怎么怕了？连3场赌局都不敢接，又如何抗衡我金军100万之众呢？好，我就应你3场赌局，尽管放马过来。相父，这要是输了，你可就身首异处了。陛下放心，我有必胜的决心。相父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有惊天伟地之才，一定能取胜的。好，我赵家就豁出去了，赌上国运，让你输得心服口服。赵九妹，你有种！
敢不敢加码？有何不敢？好，我们就以燕云16州和中原6郡为赌注，若我赢，宋军撤出淮河以北，放弃中原6郡；若我输，金国仍出燕云16州。陛下，不可答应啊！好，一言为定。第一轮，以天命。此锁是长生天所赐，传言能解开此天命锁之人，就是天命之人。若大宋有人能解开此锁，说明天命在宋而不在金。什么天命锁？这不就是我闲来无事发明的孔明锁吗？没想到后世这么快就失传。此锁结构复杂，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呐。臣对天宫木器还略有所闻，但此锁之玄妙，我大宋恐无人能解。看样子确实不好破解，该如何是好呢？天命锁，据传其质地来自于天外陨石砸出的坑土所育之树木，暗合阴阳五行，扭转乾坤之法。我大金及其所有能工巧匠，耗费数十载尚不能解，尔等蜀阙之辈当然更加束手无策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这第一局便匆匆落败，我大宋难道注定要败亡吗？都怪你！要不是你怂恿，怎会轻易应下赌约？我大宋也不至于将输掉赌决，各地受辱。陛下，为免输掉赌约，丢失领土，臣启奏诛杀岳飞，跟4殿下赔礼道歉。哦，万溪爷，你又什么时候回到这朝堂之中了？我乃监察御史，对百官负有监察职责。你拿季家前途冒险，我当然要出现了。万齐勋是秦桧同党，正好趁这个机会将秦桧余党一网打尽。哼，我原以为朝中仅秦桧一个汉奸鼠辈，没想到你万宜新竟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贼。岳飞，你敢骂我？我可是朝廷命官。那又怎样？此锁你可会解？不会又怎么样？不会，那你不就和那秦桧一般，只会唇枪舌剑，而胸无实策？于此赌局，又有何益处？岳飞，你休要将我和秦桧那谁相提并论。你解不开此锁，就是我大宋罪人，当以死谢天下。就算解不开此锁，相父也罪不至死，不是还有2局吗？我相信他定能反败为胜。赵九妹，你就别替岳飞开脱了，解不开就是解不开。你看方才这么久，他都沉默不语。要是有解锁之法，会是这般模样吗？呵呵，岳飞，我劝你还是采纳群臣意见，自裁于朝堂，免得输了赌局，赔了城池，还丢了大宋脸面。哈哈哈哈！我之所以沉默不语，乃此锁太过小儿，闭眼都能解。大言不惭！金宋2国都拿此锁都毫无办法，仅凭你就能解？岳飞，你未免太过狂妄了。陛下，臣再次恳请将岳飞捉拿，免得他耽误国事。你莫奇谢不能解，不代表我岳飞不能解。岳鹏举，我看你就是不懂装懂，临死之前故意拖延时间。哦，万熙大人如此坚信我不能解，不如打个赌怎么样？我若能解，敢不敢跟我一样自裁于朝堂之上？有理。万喜爱卿，你既然对国家如此忠贞，不想让岳丞相误国，总得拿出点诚意来啊。看他的样子胸有成竹，莫非真的有解锁之法？不可能，岳飞只是一介武将，根本不懂得这天宫木器之法。有何不敢？我就赌你是虚张声票。陛下，请您做个见证，若岳飞能解开此锁，我万西木甘愿领死；若不能，哼，岳丞相，你知道该怎么办了？那是自然，我自当自裁于朝堂。不过万新大人，恐怕你要大失所望了。
居然真的解开了，这不可能！岳丞相不仅精工用兵，没想到连木器也如此擅长，如此博学，岳飞简直诸葛武侯在世啊！朕差点忘了，相父生前发明无数，诸葛连弩、木牛流马，哪个不比这木索复杂百倍？闭眼解锁，当然尽像势易如反掌。这不可能！你一定使了手段，用了什么法子才将此锁解开？万心大人，刚才众人可都亲眼看见，我只用手便将锁解开，眼见为实，不会想抵赖的。岳丞相，您果然上知天文，下知天地，比之诸葛侯过犹不及，简直文曲星下凡。我大宋有您这样的臣子，真乃幸事也。方才万喜大人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不是搭上性命，也要置我于死地吗？刚才小人有眼不识泰山，相信岳丞相您不会介意吧？你和秦桧就是一丘之貉，我大宋稍有失威，便立刻心思叛逆。我已调查到你通敌叛国的罪证，万欣赏，你看你是自裁，还是让陛下将你赐死？陛下，臣对大宋忠心耿耿，你千万不要听岳飞一面之词啊，他是在诬陷我。岳丞相说你叛国就是叛国，来啊，赐死！陛下，没有证据，怎可随意赐死朝廷命官？证据？赐死你需要证据吗？罪名莫须有，拖下去！陛下，我冤枉啊！再有为敌怯战，长敌人志气，灭我朝威风者，斩立决！丞相威武，臣等领旨。金将军，天命锁我已解开，是不是可以说天命在我大宋而不在今？区一个天命锁，道听途说而已。岳飞，第一局你能赢，纯属侥幸。不过这第二局比的可是音律，我料你一介武夫也斗不过我。本相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阴阳渠谋、工程术法无所不通。音律，哼！当年我一曲长河吟，三气茱萸，这次也必定诛灭你金国的嚣张威严。金将军尽管放马过来，斗不斗得过，一会儿自然见分晓。这本是《广陵散》，号称天下第一曲。此乐谱上记载的音律，皆为汉代古文，寻常人根本看不懂。若是你们朝中能有人照着此谱弹奏一曲，便算你们赢；若是差一个音符，都算你们败。这是什么？传说中的西式棋谱，相传被葬在竹林七贤的墓中，难道？没错，我们金国的铁骑挖了竹林七贤的墓，找到失传千年的广陵颂的真迹。竹林七贤乃我华夏名士，不仅个个才华横溢，还备受我大宋百姓推崇。我们爱护都来不及，你们竟敢挖他们的坟墓，如此侮辱我华夏圣贤，简直人神共愤。如今宋朝皇陵都在我金军控制之下，别说挖你一个竹林七贤的墓地，就算是挖你们先帝的墓地，又能怎样？你，还不是你们宋朝无能，在战场上节节败退，被我金军铁骑攻城略地，最后连老祖宗的坟都守不住。金乌社，你别太嚣张，待会儿我相父击败你，就知道我大宋的力。哼，别光会耍嘴皮子。你岳飞是一个勇猛武将，这不假，但论对音律以及古籍的研究，定是个门外汉。这一局，你们宋朝必输无疑。
广陵赞在我那个时代广为兴盛，想当年我便是一人一琴坐在西城城楼之上，凭借一曲广陵赞，吓退100万卫兵。没想到千年之后，此谱曲竟然会失传，还需掘墓才能重见天日。陛下，此局非同小可，切不可让岳飞再出战呐！我看，倒不如在我朝中寻找一位资深乐师来应战。若派岳飞上场，此局必败。我看你朝中恐怕没有通晓古籍的乐师吧？不如趁早投降，赶紧开始第3局。小时候我最喜欢弹广陵散，是相父手把手教我弹琴，如今总算派上用场了。都别争了，朕来弹。陛下，您贵为一国之君，岂可为蛮夷抚琴？传出去有失体面，还是让臣前去应战吧。国家危难，朕身为一国之君，自当与丞相一起分担重任。陛下，这广陵是失传千年，无人能弹，即便是您上，也无法挽救败局。您贵为一国之君，若败下阵来，有失国体，还请您三思。尔等久食朝廷俸禄，为何如此胆怯？还是怕万一输了，你们的高官后路不保？非也，我等完全是出于大局考虑。没错，而且陛下是女人，当众抚琴传出去，不是落人话柄，说您卖弄风情，有损国格吗？住口！我看你们就是被金狗吓破了胆。朕是女人又怎么样？朕就是要让金狗知道，我赵娟亲自出马，必能取胜，扬我大宋国威。再有敢言退缩反对者，斩！陛下从前一向惧怕金国，如今怎么忽然变得这么刚了？难道是受到岳飞影响？陛下英明，臣等知罪。嵇康的曲子果然非同凡响，当年和相父虽学成此曲，但并未全曲精通，仅凭我一人之力，恐怕难以完成。怎么害怕了？害怕了就赶快认输，免得在这么多人面前出丑，贻笑大方。笑话！我堂堂大宋国君，会害怕一首曲子？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只能硬着头皮上路。陛下，果真会弹这稀世真曲。这广陵散古乐谱，陛下竟然能看懂。赵九妹居然会弹广陵颂，这怎么可能？陛下怎么会弹广陵散？这指法难道是蝉儿？不好，这后面的曲谱越来越复杂，再这么弹下去，一定会出错的。广陵散何其精妙！赵九妹，我看你快要撑不下去了吧？陛下所弹曲子，一路杂乱之象，这么下去必定崩坏呀！怎么办？这么下去要输了，都怪我学艺不精，明明学了曲子却还弹不好，辜负了相父的一番苦心。4手连弹，这怎么可能？岳丞相居然通晓音律，而且和陛下4手提弹。不得不说，他们两人配合默契，如伯牙死鸡，高山流水遇知音呐。我观丞相和陛下
胜似夫妻二人琴瑟和鸣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竟有些怦然心动。恭祝陛下和丞相琴瑟和鸣，以音乐救国。赵狗与岳飞所弹曲子之精妙，不仅分毫不差，我自愧不如啊！岳丞相，我们赢了！陛下，想不到您也会弹广陵赞，臣方才斗胆助弹，还望恕罪。岳丞相，不必拘礼。要不是有您出手相助，此局恐怕已经输了。刚刚恍惚之间，我确实感受到陛下的演奏和婵儿是一个指法。莫非他真是婵儿？怎么就你们赢了？我听着方才所弹之曲，分明是靡靡之音，一点也没传达出广陵散半点神韵。金兀术，我们刚才所弹之曲完全按照曲谱，分毫不差。你可以问你们的巾帼琴师。你说，岳飞和赵九妹演奏之曲是否有差错？回赐殿下，并无差错，而且两位配合异常玄妙，我们确实输了。他妈的，饭桶，分明就是胡说！来啊，拖下去斩了！走。四殿下，我说的是实话呀！老实点！四殿下，你要相信我呀！金兀术，输了就是输了，何必迁怒于下人？哼，这个奴才学艺不精，不懂音律，当然该杀。方才朝中这么多人，都沉浸在我和相父的琴声之中，你却偏要颠倒黑白，到底是何用意？你说刚才所弹之曲，人人都沉浸其中，还不是你宋人爱屋及乌，偏袒护短？在座的巾帼勇士，你们觉得刚才的曲子弹得好不好？到底好不好？不好，不好！看见没有，岳飞，你们的曲子弹得如此之差，还说赢了？我看分明就是输。金兀术，你是不是聋子？我与相父将曲德弹得这么动听，你竟然敢说我们没赢？刚才你也听见了，我巾帼勇士说你们的曲弹得不好。分明是他们惧怕落得和你巾帼琴师一个下场，所以才不敢承认。哼，那我还说你宋朝的臣民也是如此呢。我大宋臣民怎么会明知曲子好听而不敢声张？那可说不定。既然此局没有定论，我看倒不如作废，我们比第三局。分明就是耍无赖！欣赏音律本就是仁者见神，智者见智，总不能你们宋人说好就判你们赢吧？更况且，规则可没允许你们两人四手穿弹。你，金将军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好，就依他。我们开始第三局。相父，明明我们赢了，为什么？哼，哎，陛下，今日金将军有备而来，我们怎能让他饮恨而去，无处发飙呢？可是，陛下放心，我们堂堂礼仪之邦，让他一局又如何？第三局，我有必胜的决心。既然如此，便依相父之意。金兀术，第三局我们若赢了，你要是再无理取闹，休怪我不放你归乡。哼，赵九妹，你口气不小，我料你也不能赢第三局。废话少说，赶紧开始吧。这第三局便由老夫出战。此人一副巫师打扮，神经兮兮的，这是要比什么？此人是我金国国师，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。我金军铁骑之所以能所向披靡，就是因为长生天的庇佑以及法力加持。岳飞，
此局你可有胆应战？相父，不可轻易答应，先听听他比的是什么。怎么，你岳飞不嗜好称上之田文，下之địa理？难道还怕我金国一个小小国士吗？当然不惧，我就应下你。你想比什么？他国之上通神灵，下连眼鬼，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。此局就比借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岳飞，你笑什么？昔日赤壁之战，我借来东风助周瑜大破曹军，今日借风救国，自然也不在话下。好，我就跟你比借风。陛下，岳丞相虽说能文能武，可这借风乃是神鬼之术，恐不能应对啊。前2场岳丞相出马，侥幸取胜，我看不如我们再从长计议。休要多言，方才岳丞相之才华，你们难道还没看出来吗？我相信相父。你闯祸了！哦，何祸之有？这金国大巫师善使巫术，你一介武夫，跟他比神鬼之术，不是自取灭亡吗？哎，呼风唤雨乃是迷信假说，我料定那所谓国师也必定借不来风，如此不也打个平手吗？恳请陛下在殿外设防，若侥幸借风，也免得此金銮殿遭遇风袭。看岳丞相这么胸有成竹，必定已经有应对之策。好，来人，殿外设坛。哼，岳飞，待会儿我做法，所召狂风必定席卷八荒，将你们这鸟宝掀了去。要是想不失颜面，不如趁早认输。若是败了，我大宋颜面无存，又何虑这小小金銮殿？休要多言，你尽管施法好了。好，不知死活，我这就给你点颜色看看。天神于神位之上，请怜悯我，赐我北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看到没有，凌冽的北风，如同我金军100万雄师，攻破你大宋都城，势不可挡。陛下，这狂风也太大了，岳丞相必败无疑呀！不如这局认输罢了，免得我们被吹得狼狈不堪，丢了颜面。你们莫要长他人威风，岳丞相还未施法呢，他一施法，必定力挽狂澜。这岳丞相哪里懂得借风嘛？就是，还从未听闻世上同时刮2增风的。岳丞相这局输定了。赵九妹，见识到我金国国师的厉害了吧？我看还是让岳飞从台上下来吧，免得招不来风，倒在台上被风吹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休有多言，岳丞相还未施法，你急什么？我倒不急，我金国勇士多来自北方，习惯于北风凛冽，我怕倒是你们这些南方鼠雀之辈遭不住啊！哈哈哈哈哈！相父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，拿出点当年借东风的气魄来。岳鹏举，你还不快施法？莫不是自觉无力，再拖延时间吧？哈哈哈哈哈！我现在就施法，尔等一定要做好准备，小心避让。岳鹏举，你好大的口气！北风如此凌冽，就算能借来风，能大得过我金国国师的风吗？看好了。
什么？岳鹏父居然也懂得呼风唤雨之术，他究竟是何方神圣？这怎么可能？这是南风啊，而且比刚才的北风还要强劲。想不到岳丞相能呼风唤雨，我等还是大大低估了岳丞相的才华。岳丞相，加把劲儿，让狂风再来的猛烈些！果然是我的相父，呼风唤雨无所不能。岳丞相的才华太深不可测。这么说，我们是不是赢了？丞相威武，我们大宋总算不负众望赢了。岳丞相，太好了，多亏了你才保下我大宋江山。啊！岳丞相，多亏了你，是您挽救我大宋于水火之中啊！您不仅是陛下的相父，您简直还是我们诸位的再生父母啊！诸位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各位言重了，岳某也只是侥幸获胜。陛下，方才您没有受惊吧？没有，谢丞相关心。岳丞相文韬武略，本王钦佩不已。我们今人向来言而有信，本王这就回去说服陛下归还宋土，宋金霸占，共享太平。好，既如此，朕就不远送了，静待三皇子殿下的佳音。谢谢你，岳丞相，朕爱死你了。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呀！陛下未有婚配，而岳丞相之妻早逝。若陛下与岳丞相成婚，那真是天作之合呀！好，如此甚妙，如此天下一家，陛下再也不用忌惮武将叛乱，真乃我大宋之幸啊！对，妙啊！这怎么能行呢？这有违君臣之礼。况且陛下如此年轻美貌，怎能嫁我一介粗野武夫？丞相，其实先前我们合奏广陵词之时，朕的心就已经心属丞相了。在朕心中，您就是我的最佳夫君。朕愿以托国之父下嫁，从此夫妻同心，收复山河。陛下，这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呀！陛下圣明，请岳丞相不要推辞。陛下圣明，请岳丞相不要推辞。陛下圣明，请岳丞相不要推辞。丞相，您就不要推辞了，朕对你是一心一意的。这可是圣旨，难道你想抗旨？臣不敢。臣既如此，遵旨便是。臣等恭祝陛下丞相喜结连理。